程先生，这是什么？这是张医生让我加的药啊，急用的。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什么药急用？这得问张医生，我只是遵医嘱来加药的。把他请到张医生办公室，让张医生看看，医院里有没有这号人。走吧，走。陈医志，陈医志，孩子，孩子，我饿了。啊？我饿了。嘿嘿，小次郎，你饿就饿呗，脾气还挺大的。啊，想吃啊？嗯。刚炒的花生啊，好吃啊！还有好吃的炒豌豆和山楂片儿。你醒了？你猜谁来了？许树来过了，半个小时前来的。本来我想把你叫醒的，让你们聊会儿天，但是他说不用了。他还说他不知道跟你聊些什么？你们上一次的对话是他不对。是什么话？君子兰。我不是君子。老爷，你一天什么都没进，胃该难受啊。吃点东西吧。备车。
现任立邦银行总经理，从今天起，你接任。我拒绝。不，你不能拒绝。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很漂亮。不，我做的并不漂亮。我调查过你，我也调查过郑山峰的来历，我甚至还和他接触过。我知道他勒索你，但我没有介入他，我也没有告诉你。我以为我可以靠自己解决，我以为他离开上海下南洋，这个事情就平息了。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终究还是来对付你了。从我记事前，我就在街边乞讨，看人眼色，被人骂野种。母亲整天打我，她打人的时候不像一个母亲，甚至不像一个人，掐着我的脖子问我要钱。那天她用棍子打我，我实在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我知道我一走，她一定生活不下去，但我还是走了。我走了，我跑得远远了，假装这什么事没有发生，完全没有发生。这就是我，这就是程一志，我的总经理，只为玷污立邦。如果你刚刚说的那个人才是程一志，那个无论如何都要帮赵麻子保住身体面纱的，千方百计帮周文全设厂制药的，还有那个一心就想着给徐庶创建公寓的那个人是谁？那些人，他不是程一志吗？你不再是那个少年了。那个少年如果当初知道自己的母亲会马上死，他一定不会吓得要死，一定不会甚至想要躲得远远的。你只是在那一瞬间，你太绝望了，太无助了。为什么重建立邦银行？林老板、周文全、高大勇、赵麻子，为什么不管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你都不会放弃他们？因为你不希望看到他们跟你一样的面对绝境，因为你知道，在黑暗中，哪怕你给他们一点光，他们都不会到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步。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理想，你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支持他们。可是你呢？你的理想呢？立邦银行就是你的理想。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站在这里告诉你，你不配这个理想。谢谢。张大夫，程一志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呀？他现在恢复的情况挺好的，就是2条腿
总是抬不起来，一直要用轮椅。吴小姐，程先生情况很不乐观，我本来想早点通知你，但是你的朋友强烈建议我暂缓通知，怕你接受不了。很不乐观。那他是有生命危险吗？生命危险倒是没有，但是他的腿部神经受损，可能无法站立。可能无法站立，那就是说，也有可能站立，对吗？当然，这是个概率问题。我先走了。一志，兰姐快生了，就在这儿4楼妇产科待产呢。还有珍珍同游，这2个月产量也翻倍了，跟文犬制药都一起足额发了分红。都是好消息。对了，查理，他介绍了我一个呼吸的老郎中，擅长经针，尤其是跌打骨折又奇效。明天我把他请过来给你看看，好吗？玉子，程总经理，吴科长，银行刚收到国民法院传票，说程总经理涉嫌奸杀少女案中包庇一罪，需到庭接受审判。啊，没事儿，我去找一趟江律师，放心。江律师，程一志根本不可能包庇，他是被恐吓和威胁的。巡捕房那边有什么动静吗？没有。那便不必忧虑。程一志正在公共租界的圣安医院疗伤，国民法院的传票在此不具效力，除非他们能够动员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将程一志先行逮捕，继而再引渡到华界。那这样，程一志以后都不能去华界了。程一志与凶犯郑山峰之间没有任何字据，仅有支票往来。是。好，这对我们有利。我会代表程一志复以回函，凶犯逃逸所持支票不具实名，可偷窃获得，自行对取，无法证明与程一志存在必然联系。谢谢江律师。不客气。立邦银行弄不死，连一个程一志也弄不死。本来想动静小点儿，别让大老爷察觉，可是就是那么不凑巧被徐庶抓了，搞得吴丽姿从黑市雇来好几个保镖，现在日夜坚守在病房外边。不过什么？听说国民法院已经给程一志发传票了，现在就等巡捕房配合。励志，你没事吧？小心一点，我先扶你起来。起来。来，1、2、3，来。起来。来，
我小心一点，你小心一点。不用管我。你要是以后起不来了怎么办？那如果就是站不起来了怎么办？你才刚站起来的。站不起来就是个废物了吗？只能让别人照顾你，你再也不能照顾别人了，是不是？一想到这里你就受不了了，因为你习惯了付出，为了别人怎么样都可以。现在你残废了，你什么都做不了了。可是只懂给予，不懂接受的人，才是残缺的。谁也不能接受一辈子。你在撒娇，站不起来，就无法思考了，失去工作了，没有价值了，别人都会离开你是吗？谁都不会离开你，至少我不会。给你弄点吃的，好好待着吧。现在我宣布，程一志先生的各项指标正常，他可以出院了。哎呀，好啊，你回家。罗老板，感谢您为我安排最好的病房，就连我的一日三餐您都要亲自过问。哈哈，也算是多年的朋友了，还这么客气。一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腿伤，咱们慢慢养。安姐，别难过了，你这刚出月子，安姐，您看，就这个身手，应付日常生活没有什么问题，放心吧。你呀，淘气！我跟你说，那腿上的伤不是小事儿，得好好养着。李子，你把他管严了。我知道了。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令：程义志，涉嫌奸杀少女案中包庇嫌疑，将于24小时内引渡至华界，接受法院审判。我们已经向法院复函，凶犯陶艺所持有的立邦银行的支票并非实名，可能是偷来的，所以和程义志并无太大联系。奸杀少女案凶犯郑山峰供认，立邦银行支票非其所侵，由立邦银行总经理程义志亲自提供。带走。慢着。程义志身体尚未完全康复，行为能力不足，引渡过程中万一发生身体情况恶化，谁能负责？我是医生，我可以为程一志先生开具大伤未愈的证明，请递交国民法院。什么大伤未愈？不就是2条腿废了吗？你说什么呢？怎么着？还想一辈子窝在轮椅上，一辈子躲在医院里，一辈子？留神你的口气，在我圣安医院，休得放肆！圣安医院怎么了？不是法外之地，巡捕房的面子也敢驳吗？你罗老板，您不必为我动干戈。如果我继续拖延时间，拒绝出庭，谣言恐怕会越传越凶。我愿意出席审判，我跟你们走。
被告程义志，起立。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人程义志，因为车祸造成双腿残疾，故无法站立，请求法庭准许作答。同意。请你说明，与凶犯郑山峰所持有的1万元整立邦银行支票，是否由你亲手交予？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凶犯郑山峰所持的1万元整立邦银行支票，由我亲手交予。肃静。但我与凶犯郑山峰所犯命案，绝无串通，亦无掩护。之所以给他提供资金，也并非如他所说，因为是故交，而是出于我的恐惧。郑山峰一再向我强调，如果我不对他提供资助，他就会将我的出身告知各大报社。正如各位最近几日所知，我的出身极不光彩，我恐惧他的曝光，我恐惧他会伤害到立邦银行的声誉，我恐惧他会剥夺股东对于我的信任，我更恐惧他会带我回到过去，地狱一般的过去。待证人郑山峰。证人郑山峰，请你陈述与被告程义志关系。我与程义志是苏州竹笋乡的老邻舍，从小我就照顾他。虽然有些年头没见了，但我知道他心里一直念着我对他的好，一定会帮我。所以我犯事被通缉之后，直接去了立邦银行，跟他说明情况之后，他给我开了支票，还买了船票，后来亲自送我上船，我非常感谢他。要不是警察抓了我，我还真不愿意把他供出来。证人郑山峰，你所谓说明情况，具体何指？就是具体跟他说明，我奸杀了2个小姑娘，得逃命。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证人郑山峰所言与事实出入甚巨。证人从未向被告程义志陈述过他的犯罪事实。肃静，肃静。证人郑山峰，请你进一步说明情况。程义志之所以帮我，那得从他娘说起。他娘是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就管他要钱。他被打怕了，没钱就得偷。他偷谁的？还不得偷我的呀？程义志，你现在当了堂堂的银行家总经理，你背地里都干了多少肮脏事儿，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啊？血口喷人，置我于死地，为何？为何？为何如此恨我？你恨我像一根野草一样，受尽摧残却没有死绝，还是恨我卑微至此也能活在人间？你是恨我看遍世间的阴暗龌龊，却仍心怀有希望，还是恨我居然心怀抱负，而不是和你一样奸淫无辜，欺负弱小？郑山峰，
恨我，不如恨你自己。双方各执一词，无助裁决。我方愿意出示证据，用事实说话。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警方通缉郑山峰公告在此，上面清晰地描绘了郑山峰的肖像及所犯罪行。这张告示张贴于华界各大马路，证人陈义志即便宣称自己未被郑山峰告知实情，但也不可能对此通缉告示视而不见。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被告陈义志申请提交重要证据。张局放心吧，没事儿。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各位，这是广州通贸银行出具的上海立邦银行涉案支票的兑取时间和地点的记录。郑山峰在上海领取了立邦银行4765至4774号连号支票，并于5月14日在广州进行了第一次，也就是4765号支票的兑取。而3日后，也就是5月17日，上海华界警方才将奸杀嫌疑人锁定为郑山峰。上海警方的通缉告示的落款时间更晚至18日，由此可见，被告陈义志将支票交给郑山峰的时候，根本不可能看过通缉令。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刚才被告陈义志已如实的陈述证人郑山峰对他的勒索事实。在过去，他是郑山峰勒索行为的受害者，而今天更是他伪证行为的受害者。公诉方还有何证据补充？我方需要时间整理。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被告陈义志请求法庭判决。被告陈义志包庇罪嫌疑，证据支持不足。本庭判决，被告陈义志无罪释放。好。小心一点。没事。慢点。没事。要不今天累了，我们明天再试。啊。慢一点。哎。我自己来。迈一步，再走一步。你没事吧？没事。疼吗？我先扶你起来。没事吧？明天再试吧。你今天好好休息好不好？啊，好不好？
志，一志在吗？是我。我去开门。我刚把他送回来。你们先聊。那我先走了。陈总经理，艾琳小姐，我很抱歉，我本来是想帮你应付你的家人，可是没想到就成了你的污点，甚至害得你也令人非议。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也对不起你。如果不是我们虚构的关系，大家不会那样议论你，报纸上也不会那样丑化你的。不过还算是有一件好事儿，陈总经理告诉我，你的家人同意送你去读博士了。姐姐们也是想让我出国避避风头，所以就忽然答应我去读博士了。真好，你的家人总算支持你了。张总经理，我明天就要出发了。祝你一路平安。怎么了？你不记得我们还有话没说完吗？那天在工会门口，我有话要跟你说，还没说呢。你说。陈总经理，我爱上你了。啊，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内疚，我知道你不爱我。我其实只是想告诉你，除了告诉你，我没有别的意思。你也别紧张，虽然我喜欢你，但是我还是要去读博士的哦。那我走了。陈总经理，你还是爱着吴科长的，被我看出来了。愿你眼中还会有光，照亮来世的梦想。以你在繁华的世界寻找一切，轻狂勇敢不忘少年，冲向明天，望真心能瞒过谎言，盼你我能回到那一天，初见你心动的瞬间，忘记一切，情伤是最美的语言，心动之间，盼你我能跨过恩怨，让时间回到相见那一天。冯委员老久不来，殊不知给您备着一瓶多好的酒呢。哦，杨贵族说，这白兰地在伯爵府都不多见呢。您尝尝。
您尝尝。如何？芳香扑鼻，口感圆浑，好酒。冯委员这么忙，还拨冗关照咱们工商联合会换届之时，极力推荐黄某担任贷款委员。黄某不胜感激。哎，论感激，我得感激你呀。那上百吨的大米、棉纱，还有桐油，正是上头要的，你采购到位，应对及时。您冯委员主持民政，那是迟早的事儿。物资齐全，您好做工作不是？哎呀，难为你这般为我考虑啊！我本以为立邦银行一曲三折，程一志元气大伤，你正忙着把他押回五指山呢。来，哎，各位同仁，这4个月以来，我养病，而立邦银行一直在自救。我的伤是我自己所致，而立邦银行奄奄一息，被金融界所排斥，也是我所致。但是各位同仁，你们始终坚守在岗位上，即便是在最绝望之时也没有放弃。我深知，这不是出于对我的宽恕，而是对于立邦的珍惜。所以，我绝不能假装自己的过错已经被原谅，我必须坦白。本人程一志给予凶犯郑山峰1万元整支票，是以公关之名挪用公款。我虽以个人名义补齐，但这是我无法辩白的污点。我保证，这种事情以后绝不会再有。但是我的保证是否值得大家的继续信任？我是否还担得起立邦银行总经理这个职位？我认为，我的去留应该由全体的股东，还有全体职员进行不记名投票决定。程总经理，不记名投票在立邦从未有过先例，况且我们对程序都不太熟悉。要不这样吧，咱们痛快一点，咱们举手表决吧。赵厂长，吴科长，我认为这种事情还是应该听听大家真实的想法。现在开始。我们家我太太说了算，她代表。投票结果出来了，2票弃权，4票反对，其他投的都是赞成票。
根据不记名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程一智继续担任立邦银行总经理。感谢各位同仁。今天我要做一个决定，就当是我给立邦银行的致意，也当做是我的歉意。我决定出让我个人股份的所有收益，奖励立邦的职员。从今天起，立邦不再只属于股东，而属于大家，属于立邦的每一个职员。小通信。好。陈总经理，你父亲说你这几个月都没去学校，一直待在房里。我爹又怕我出去打梭哈，给你立邦银行栽添乱呗。你父亲真是小坑，你根本就不玩牌。我见过很多赌对，不管外表装的再挺端正，可是眼里都写着义务。你恰好相反，你的父亲再婚，这是你最大的风险，是吗？是又怎么样？要不是你们拉着那个姓廖的勾引我爹，我们家早就破镜重圆了。你们见不得我们家好，把我爹变成你们的，给你们挣钱。你真的这么以为吗？你真的认为立邦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看了申报啊，我一点也不意外。这种事儿干得出来。就这么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哎呀，你给我站住！你这会儿过去不是添乱吗？坐下。你以为你的爹拼命的工作，只是为了立邦银行吗？事实就是如此。高小松，你这样说，是对你父亲的羞辱。你的父亲靠着桐油发家，落魄，然后又东山再起。你知不知道，真桐油厂是他心底最大的浪漫？那个时候，我就看在你站在那儿，还只有这么一大点的伤，眼巴巴地望着我。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才甘愿去冒险为你的父亲注资。当时我刚进钱庄不久，程经理，你父亲欠款遭人陷害，我和你父亲差点成了钱庄假账的牺牲品。我们真不能破产呐！婆娘都跟人跑了，孩子上学也要借钱，成天望着桐树长了好榨油，等榨了好油就什么都好了。现在这么好的油我们做出来了，可厂子就要倒了。高厂长，这个无底洞是你自己挖的，违厂破产，在所难免。小聪，陈掌柜，求求你别让我们死。然而，你父亲的一腔赤诚打动了我。我不忍看他横遭宰割，因而与他一同并肩，共克难关。那时的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救活桐油厂，但我和你父亲
都拼尽了全力。就这样，你父亲证明了自己，榨出了好油。团长，这次成了，这次成了，这次成了，看到你父亲成功后的喜悦，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扶助他人实现理想的意义。这也是支撑着立邦银行一直走到今天的力量。谢谢陈叔叔。你演了一个赌徒，欠下了巨额的赌债，是。这样的确可以把立邦推向深渊，但同时也把你父亲逼向了绝路。兰姐告诉我，如果立邦银行就此破产，你父亲会以死谢罪。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小松，你如果真的以为你的父亲是为了立邦银行，你如果真的以为在你父亲的心中，真真铜锣厂比你的地位还要重要的话，那你就错了。你父亲顶天立地、堂堂7尺男儿，为了你牺牲掉真正的性命，为了你2次在我的面前下跪。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吗？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希望你父亲为你牺牲掉的尊严，能够成为你的动力，加倍的还给他。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我对你说的话吗？好好读书，等毕业了，回到工厂助他一臂之力。我不想去真真。我也不想做通友。我想去立邦银行。陈总经理，高厂长，小孙刚才跟我说，从下周起想去立邦银行实习，我同意了。高厂长同意吗？我，哎，先生，好了。娘，你要是原谅我，就让我梦里爱你。
黄如虹膝下无子，半生事业无人继承，而他认定程一志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注定会成为他帝国的继承者。他们是同类，来自泥潭，终归黑暗。但他不了解，程一志此时内心对光芒的渴望，足以驱除一切黑暗。把门带上。来到立邦银行，你不再是高家的公子，也不是真正的少爷，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这里，你没有特权，你的每一步进阶都要按照银行的章程来，你明白吗？明白。我按照你的年纪和你的学识，为你安排了一位老师，跟着他，你会受益匪浅。吴科长，我非得有个老师吗？弟子，就他，跟我来。去吧。银行练习生第一课：扫除、侍膳、招待。扫除，即2楼走廊和各个开放科室，从窗户、地板到桌椅、橱柜，做到一尘不染。侍膳，即午餐时间为正式职员盛饭装菜、收拾餐盒。招待，即银行开门后关门前于大堂协助监理维持秩序，给客户奉茶倒水。做满1月，向我汇报。扫除、侍膳、招待，我已做满1月，请您检阅。会对住小李有什么不吃的吗？不吃。心跳科哪位科员是新来的？行了，下一页继续。查理先生，您这2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你刷了1个月的餐盒，小李什么东西不吃，没留心到，扫了1个月的地，谁是新来的也不知道。一共就问你2个问题，都答不上来，你还问我是什么意思？小李挑食和科员新旧与我有什么关系？见习要学的不是中西文书法、珠算、验视超阳、登账和抄账吗？营业见习最重要的就是2点，一是操守，二是周密。操守就不提了吧，你差点让立邦完蛋，就剩1个周密给你学，也学不会。下月继续。啊？查理先生，扫除、侍膳、招待，我已做满2月，请您检阅。本月本行雇员有哪位家里添丁？新调科方润霞组长家里添丁。是男是女？是千金。哦，对了，本月大堂彭监理有几次病假？请查理先生换个问题。答不出吗？答得出。答得出就答。不方便答。答不出的话就再做2个月。啊。回来。彭监理本月并无病假，但有3次早退。您都清楚，又何必问我？问你是看你能不能替同仁保守秘密。操守这关，你过了。过来。这个是上个月的简报，理清所有公司、商社、工厂、洋行之间的关系，还有政商名流之轶事、梨园花国之绯闻，凡有肖像建筑报端者，通通给我记住。下个月我再考你1次。是。去吧。彭监理，吴科长，
您打算去其他银行谋职，跟他们商讨待遇了？吴科长，我对不住你。我请辞。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一定要离开立邦银行呢？因为我投了反对票。是因为程总经理留任，让您对立邦银行改造灰心了？不是。是因为你投了反对票，所以你心里感到惴惴不安，你担心我知道了，或者是被程总经理知道了，是吗？程总经理，如果是如此狭隘之人，他就不会提出不记名投票了。您是立邦的老人了，您投出反对票，我表示特别理解。那是因为你对程总经理信任之深，责备之切，但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再给他一次机会。我相信他不会让你失望，拜托了。雷子跟着我多久了？回老爷，到今年中秋，将近20年了。20年。都跟了我20年了，该让你独当一面了。烟土生意让你兼顾，你做得来吗？若老爷器重，雷子必将全力以赴。好，从今天起，波斯红和滇川2大品类就交给你做。谢老爷。还有事吗？老爷，我听说那程一志正在工商联合会动员，要取代您贷款委员的位置。你给我记住了，他走他的独木桥，你有你的阳关道，不打紧。雷子记住了。前面那2个男的，什么来历？哦，个头高的那位是明光火柴厂刘明光厂长，个头矮的那位是工商联合会贷款委员丁小兰。眼下明光火柴厂正与日商谷口会社恶战，刘厂长大概是向丁委员寻求资金帮助。侧面包厢那对男女又是谁？女士是中央执委曹部长掌上明珠，多年身居贵中，上月终于订婚。男士正是其未婚夫留德物理博士崔达民。哦，对了，
那你说台上这诸葛孔明又是何人的？啊，其人艺名关秀月，昆生之佼佼者，扮相文秀俊朗，情态潇洒自如。行家才知关老板唱腔比身段更佳。关老板唱腔干净清亮，且饱含英气，跌宕起伏，既柔且刚。苍劲处不输棋派，激越处堪比鱼派，传情处更甚言派。入口。你回来了，包给我。进来呀。你怎么进来的？哦，那天呀，那谁来的时候，我不是走的有点着急嘛。你这钥匙还在我这儿呢。哦。干嘛呀？你不是还钥匙了吗？当然不是了。我是要住在这儿的。你住在这儿？只有一张床。啊，我知道呀，你睡床，我睡沙发，我都准备好了。你看，被子、枕头，你放心吧，我会把自己照顾好的。你睡沙发？嗯。谁让你来的？张大夫。张大夫。啊，张大夫说了，现在呀，正是你恢复行走的关键时期，需要我对你悉心的照顾，还要非常有热情的关照。你要不坐会儿？张大夫什么时候跟你说的？今天下午刚说的。他为什么没跟我说？你站不起来的时候，他也没跟你说呀。你不在家，王妈和阿贵怎么办？王妈，她回乡下去了。她儿子又生儿子了，着急找她回去带矛头呢。还有阿贵，阿贵她相亲了，马上要嫁人了。你放心吧，他们走的时候我都给了大票子的。你不会真打算住这儿吧？当然了。呀，都10点了，来，快去休息，明天早一点起来，7点钟啊。当命运散出的微光，照亮你我曾经的模样，在碰撞中学会了坚强，在你面前我无力抵抗，让我忘记所见所想，浮生一梦，爱一场，愿你眼中还会有光，照亮来时的梦想。小睫毛好看吧？长，像我，像你完了。给我吧。好，小聪比他睡觉还可拿手。慢点儿。瞧瞧那小脑袋。哎呀，没事的，他帮我不少忙了，他心里有数。我是真得给查理磕头啊！不是小聪自打交给他呀，这真是变了个人啊，懂事了，知道体贴人了，哎，对赵兰啊，也不摆脸色了。哎，爸，妹妹被我哄睡了。好，慢点。小聪真是懂事了不少。
是小宋他呀自己学得快，查理马上就要教他操盘持股了。啊，那我说，这还只是开始，小聪以后能成大器。还愣着干嘛？打开呀！哦，不，我方才在想，这么大一个是什么呢？啊，这是我们一家4口给您准备的礼物，希望您能早点用上。兰姐，这是一根很贵的斯蒂克，贵不贵的还得看用着趁不趁手。来，试试。您试试。哎呀！长度正合适。好。程总经理，除上这根斯蒂克，你以后呀，就是上海滩第一的绅士喽。真正的绅士。这本来就是绅士啊。他这还得好好锻炼。哎，你早晚陪着他做康复训练啊。知道了。哎呦，我说漏嘴了。你跟丽兹住一起的事儿，他早跟我说了。兰姐，哎呀，别害臊，都是一家人呀。你慢点儿。你不用委屈再陪着我了，回去吧。但是，王妈和阿贵也都不在家，我回去了也没什么意思呀，还不如我就在这里。再说，我也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呀。你自己完全可以照顾好你自己。我又没有打扰你，我不就是在沙发上睡。我们这样住在一起算什么？兰姐都笑话我们，旁人呢？走就走，不用你赶。老爷，气疯了，给您拿件衣服。要变天了。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以下全文诵读。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领土之主权已受日本之侵略，国际盟约、9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少出门，少开车，少去越界马路，那边危险，注意安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你有什么需要的，吃的、喝的，你就打电话给我，我给你送。哦，晚上多用热毛巾敷敷腿脚，能好得更快一点。我走了。你现在回去也不安全，要不你还是留下吧。你不是说怕别人笑话我吗？嗯，那你还是走吧。我不走。走。我不走。走。我不走。我也走。去银行。啊，好。我回来再说啥。包没拿。我帮你。关秘书，徐博士，怎么了？还剩多少存款？还有1万出头。全部捐给抗日赈济会。都捐了？捐。冯委员，哦，韩秘书长。战事特殊，我已举荐你主理民政，已获批准，这可是委员长对你莫大的信任啊！是。百姓的疏散、物资发放、生活生产资料的转移都是要务，务必保证效率。属下临危受命，万不敢怠慢。拜托了。程总经理，我行在沪华界扶持的工厂和商户有2/3被轰炸和损毁，厂房机器工人的损失仍在计算，保守估计超过60万元。真真在四川分厂成气候，我们想着要直接内迁，先把技术骨干全部带去，工人愿意跟着走的也带去。这都好办，工厂机械怎么处置啊？正是考虑工厂机器，下不了决心啊。立邦银行总经理办公室。知道了，经理二位，责任不在你们。宏基厂行的厂房1万被摧毁，双喜肥料厂、协盛橡胶厂，还有稻城印刷厂的厂房无一幸免，机器设备也。什么？不是已经说好工厂停产疏散厂工吗？务必妥善处理，抚恤金尽量优待。凤凰火柴厂也已经被轰炸，16名厂工抢修设备，全部重伤，3名不治。战事不等人，内迁越快着手越好。厂房应该是凶多吉少，顾及不上了。机器设备新者立即准备装箱，旧者即刻低价出卖。关键时间是关键。好，内迁看来势在必行，我们先去做准备。好。艾秘书，程总经理。我需要你尽快安排人手去温泉制药厂，还有申请煤砂厂，所有的贵重的机器还有原料需要尽快清点。是。内迁仓位
前仓位我来解决。我这两箱货，你行，这俩东西价钱好商量。我也就3箱货，就在那边。你那边找不了，那边都他们满仓了。行，关掌柜，12点仓位进入急用。少，接过去。哎，都排队啊！殷经理，别来无恙。陈总经理，不好意思啊，今日满仓。你看我这飞不进长衣，也塞不进头发了。啊，没关系，我不定今日仓位，我定的是后阵的南新行46顿仓位。后天？我说是谁呢？这么大言不惭。陈总经理，您还不知道吗？招商局优先安排银钱业协会的成员。您被银行工会除了名，也被银钱业协会除了名，还在这儿舔着脸订仓位，各位业主跟老板都不答应吗？不答应，我不答应。关掌柜一向操心立邦银行的事务，可是您别忘了政府所定下的红头文件。殷经理，您就把这文件贴在墙上，你应该看得清楚。凡国防民生必要物资生产厂家享受政府优待，内签援助。我所定的这46吨仓位，为真真桐油厂申请棉纱，还有文泉制药厂。这棉纱、药品还有桐油，都属于政府所定下的国防民生必要物资，所以，请您配合。陈总经理，您不仔细看看，文件末尾还有一句话：另注，国防民生必须物资生产厂家，需财政或民政认证批文，方可享受优待。陈总经理，财政或民政批文没有吧？武器的情况摸清楚了吧？毛瑟枪121支，配40发子弹。大哥，我这里还存了20块，只要有用，我愿意拿出来。我们也不能白死啊！对，血汗钱你们留着，有人会帮助我们的。帮我们？谁呀？谁呀？徐先生，来，这边请。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徐先生。我在碧球馆做事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了。他现在和我们兄弟们一样，在抗日。徐先生，我好像在报纸上见过您。您是那个万德园的徐博士吧？不是，不是。博士，你家谁被炸死了？家人都在欧洲，尚且安全。没有家仇，没有家仇，你会跟着我们一起干吗？您这么一建筑师，不怕死呀？家仇之上是国恨，国之不在，何谈建筑？可惜我不擅长用枪，但你们需要资金，我有；你们需要汽车，我也有。好，来。大家看，这个人叫做柳二郎，是日本陆军科长。他现在以海宁路一个餐饮为据点，这个地方就叫做石川。
我们就要在这里。给民政和财政提交的申请材料，迟迟得不到批复。财政不用指望了，立邦已经被银行工会除名了。可是财政的主理人又是冯有儒，恐怕更是拿不到了。程总经理，我深津2厂的厂房又被炸了，没有消防队，成吨的棉纱在那儿烧，再这么下去完蛋了。我们生产原料易燃易爆，一挨轰炸就火光一片，这几天厂工都快吓死了，我也是一刻都睡不着。程总经理，内线仓位有了吗两位厂长实不相瞒，内线的仓位，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所以2位可否接受放弃内线？你说不内建了？去哪里？所有的厂工、原料还有机器，一律转入租界，再试生产，如何？我同意。同意我倒是同意，可是我深津在租界没有厂房，往哪儿搬？我们可以现在立刻开始找地皮。租界的地皮贵得离谱啊！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恐怕不止代价这么简单了。今天上午，法租界刚刚公布新的条例，工厂但凡想要迁入，必须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或者是法租界工董局提供工厂的外资证明，否则不准入内。车子就停在这里。可这儿离海宁路口还有一段距离。海宁路巡捕已经被日本陆战队踢了，只怕车子开进去也出不来。你把车子掉过头，记住了，在这儿死等。知道了。下车。以防万一。雷老板今天能来，我就放心了。国军败相尽显，您邀请我肯定来。雷老板既然这么说，实不相瞒，柳大佐愿意邀请黄老板共商大计，一起建设我们大东亚共荣圈。杜兄，我也实不相瞒，黄老板现在一半的产业已经在我的手上。那雷老板的意思是，咱们直接合作？黄老板年事已高，很多事儿不能亲力亲为了。也对，来。暗殺者は4名現れ、追いかけています。哎呀，我真有不怕死啊！以为在这儿就能把柳大佐杀了。外面枪声四起，窦兄临危不乱，雷某佩服。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下个路子。冯委员，外头兵荒马乱，您在这儿饮酒听琴，奢侈啊！能给冯委员片刻清静，那也是好的。坐。
见科长。淞沪会战打成这样，你就没有半点紧张？该捐的武器捐了，该筹的现金也筹了。既然已经出钱出力，总不能让我自己披挂上阵，亲手去杀日本人吧？您说呢？啊？啊！下周5，内前客轮祥和号，客运舱位90人。另外，我给你配了货运舱位25吨。冯委员日理万机，竟还惦念我的安危，这份情谊，王某知道重了。交通运输嘛，我总归有些办法。只是这赈济物资缺口啊，真是让人焦头烂额呀！连沙缺口70吨，大米缺口120吨，还有抗炎药，也缺1万针剂。放心，我替您解忧，如何？程总经理，非常抱歉，没能帮你解决外资证明。自打金盆洗手，我也就是个医院的老板，在工部局也说不上话。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为难你。要不这样，把工厂的机器搬到医院来暂时存放。啊，不，千万别这样！眼下伤兵无数，正是上岸医院最忙碌的时候，万不可拮据空间，方便我们。罗老板，您放心，我会再想想办法。也好，那我告辞了。您慢走。徐硕，不如我们进去坐坐吧。不了，我要走了。去重庆吗？回意大利。为什么？腿恢复得不错。徐硕，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怎么，又想保护我了？我哪敢啊！关心你也变成了局限。我只是想问问鼎姓什么情况，关心你，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只是知道，如果不是有什么情况，你不会来找我。我选择了自己成长，就要自己承担。这次来，我不是向你求助的，我只是想跟你道个别。你要去多久？再也不回来了？张一之，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徐硕，你必须得回来，我们的理想还没有实现。
罗将军怎么说呀？卡内那儿也不行，肯定是他们知道我们立邦银行被银行工会除名了，所以才不待见我们。哦，对了，我还去问了哈同地产的吕小开，他说外资证明很难办，不管你出多高的价，都办不出来。程总经理，我刚才看见徐叔，他马上就要启程回意大利了，我感觉他可能遇到了麻烦。他能遇到什么麻烦？他不肯告诉我。张总经理，吴科长，你们看，外资证明。万载银行，对，晚上刚刚收到的。看这个银行的名字，陌生的很啊。我也没听说过。我听说过。万载银行主营异国咖啡，还有酒类生意，也涉及皮革机器，主要是与异国在沪拿破里银行有资金往来。徐博士给办的，这可能是他了。睡了吗？刚睡。睡着前去找爸爸。好了，别吵醒他了。怎么又做养父了？别提了，现在战事这么坏，还有太太要做2条礼服，带到后房去。老爷，日军登陆金山卫。知道了。另外，赵麻子拿着您给的外资证明，已经迅速命令把厂子迁进租界。这么大的人情，要不给程一志透露一分，他恐怕以为是徐庶的玩意。让他知情毕竟受益，还是把这功劳让给别人吧。老爷对他还是放心不下。你看这个冯有如每天心急火燎来电追问，要的不就是棉纱药剂吗？这类物资，谁手里最多？程一志。他扶持实业多年，这手里的工程已经成了香饽饽。别人不助他，我得助他，以备咱们后顾。老爷的意思是，就留在上海。我现在已经成了冯有如的金袋子了，要是去了后方，岂不成了代代羔羊？任人骗割。中央、中人、交通、农业4行总行均已迁出上海，其中中央、交通、农业3行西迁，中人银行总行迁至香港，但副总经理
主动申请留沪，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及四行联合贴现委员会上海处负责人。国家金融命悬一线，四行理应迁往一处。这个时候内部还在争斗什么？他们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了，立邦团结就足够了。立邦一共65人，其中3人意愿西迁，剩下62人均愿意与银行共进退，坚守上海。陈总经理，你找我？啊，你爹关心你何时离沪与他们会合。如果你不反对，我想安排你与3名职员后天乘坐光灿号西迁。我不走，我想留在上海，和立邦一起。今早我已给爹发了电报，他后天就能收到。陈总经理，今天我在方林市场发现了这个。此取样、色泽、气味和折光指数与真真桐油46号一模一样，连装箱封印也和真真桐油一模一样，唯独生产标签没有印刷真真2字。按理来说，这不应该是真正产品。桐油在后方属于特级管控的1等战略物资，没有政府的特殊许可是不可能运输的，更别说用到明信片。可我觉得它100%就是真真桐油，就是46号。那有可能是后方管控不严，出现了少量走私。不是少量，我花了1上午时间打听，光是流入上海市面的就有数千吨之多。你最近与你爹有联系吗？最近发了2次电报，说他们在重庆都好，要我在上海也注意安全。只是重庆通信设备紧张，不给配装电话，电报来往起码也要半月之久。这样，这份取样先留下，我让信调科继续跟进此事。如果有消息的话，第一时间告诉我。好。昨日有一位贵客找来，希望通过雷子引荐拜见我们。谁？日本陆军参谋总部柳二郎大佐。柳二郎其人16岁便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智慧过人，步步为营。年仅36，就获得了铁血大佐之称。他的事迹我自然听过，还有耳闻。虽有日本华族子爵之衔，却无尊贵之实。在陆军参谋本部，并非上流，对吗？老爷耳闻不虚，此人背景确实不出色，而且家道中落，无妻无子。可雷子以为，就是这样的人，他无依无靠，才希望寻求帮助，大展宏图。你知道现在跟日本人打交道会有什么风险吗？雷子明白了。雷子，找来聊聊。是。黄老板，日本的音乐、舞蹈可否比肩中国的？韵味不同，却各有千秋。黄老板说得好啊，眼下上海的机关学校都在自发地学习日本语，他们一旦了解大和文化，一定会醉在其中。黄老板同意吗？黄某念书不多，只是个粗人，对大和文化不敢妄加评论。您谦虚了。论及华界的鸦片馆与风月场，您的产业可是独占鳌头啊！如此好光景，全仰仗柳大佐庇护，黄某敬你。
黄老板太客气了，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合作也应该是相互的。黄老板既然在金融界威信十足，我们现在的通货难以推进，您可不能袖手旁观啊！黄某对此事也略有反思。日通货推进之难，症结全在法币不变，唯有法币失去信用，日通货才能有市场。但这件事情靠武力无法解决问题，智取方为上策。英镑。程总经理，宋掌柜来了。程总经理，宋掌柜，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请坐。哎，我听说宋掌柜早就领着通泰卷庄内迁去武汉了。哎呀，武汉也不保险，前阵子啊又迁到重庆去了。我这次悄悄地摸回上海，是想办些这个印刷机到重庆去，还想请程总经理帮帮忙。印刷机啊，宋掌柜，那个程总经理，立邦银行遭到了挤兑，我与你们断了交易，宋某实在做的有点不妥啊。哪里，宋掌柜，您虽然没有给我们立邦雪中送炭，那也至少没有雪上加霜。印刷机您要几台？我去尽力帮您办妥。程总经理，我一定记着您这份情。宋掌柜，您别见外。有个事儿我也想问问您，真真铜油厂在内迁的时候折损了几台榨油机，我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您了解吗？您不知道啊？知道什么？真真铜油厂已经被充公了，冯委员亲自督办的接收程序啊。什么时候的事儿？有些日子了。王荣如刚刚代表政府接管真真铜油厂，真真铜油就在上海路面分售，这背后的玄机实在是不能想象。高举抗战之名侵占工厂，走私管控物资谋取暴利，这个姓冯的胆子也太大了吧？他就不怕高厂长和兰杰知道了，揭发他的恶行吗？这个冯做事走一步想三步，他如果敢这样侵占工厂的话，说不定兰杰还有高厂长的安危已经掌握在他手里了。我立马着手去调查。对了，这2天夜里你有听到电话响吗？电话？前天凌晨1点的时候，电话响了，我就爬起来接了，刚喂了一声，他就挂了。昨天晚上12点半的时候，他又响了，我又去接了，他又挂了。恶作剧吗？倒是不像，我感觉是有意在找你，只是一听到是我的声音不对，就挂了。今天晚上你睡床，我睡这儿，我来接电话。那怎么能行啊？这沙发这么短，这么窄，你怎么能睡这儿啊？我凑合睡一晚上。那也不行。你要是在这儿着凉了，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快进去睡吧。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我们就一起坐在这儿等吧。坐在这儿等。那万一电话后半夜打过来，我们就在这儿干等着。不会的，前2晚都是上半夜打过来的。就坐这儿等等吧。那行，等会儿吧。
要不要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们在等电话。我当然知道。这不是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再聊会儿天儿，时间过得快点吗？哎，你该不会在骗我吧？真的有电话打过来？当然是啊，我为什么要骗你啊？难道我就为了晚上和你坐在这儿吗？我是赖在这里不走，但你也不能这么说我。喂，派克罗，4621信箱。黄老板，这是我们银行今天所有的英镑，我都给你拿来了。梁总经理办事让人省心。哪里，梁某实在不敢当了，还得多亏黄老板指点啊。我这后边还有一笔英镑，要继续依赖梁总经理。黄老板，我不是不想尽力，只是这金额实在太大了些。再说眼下4联总处严抓那法币套外汇的事，万一我要是被4联总处抓着了，这套汇怎么抓？重庆方面为了保汇率，打肿脸充胖子。这换汇者不问来头，不问用途，这种做法能抓着谁？再说了，4联总处不比过去了，现在既无权力，也无余威，你怕什么？出了什么事儿，我撑着。是。送客。两位请。那黄老板，我先告辞了啊。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各位能够于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拍卖现场。我相信很多朋友来到现场的原因，也是为了我们很多流离失所、温饱难测的同胞来筹集善款。那么在今天，我们就将以慈善拍卖会的形式来筹集善款。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有请我们今天的第1位拍品的所有者，也就是我们国民银行上海分行的森夏经理，来展示今天的第1件拍品。有请森夏经理。等等，为什么要让日本人上台？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天津晚会啊！哎呀，副总经理，你就小声点。这件是我珍藏的一件青铜器，现在呢，寓意捐出，可悲可叹。愿这竹简日中友好，还是自由和平共处。谢谢各位，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森夏先生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件藏品已经有了很大的兴趣。那现在就进入我们的拍卖环节，起拍价1000英镑。来，各位，1000英镑，时间交给大家。1000。好，1000英镑一次，马上就出现了第一个价格。哇，2000，那有没有更高的？2000一次，2000英镑2次，3000英镑，哇，3000英镑一个非常好的价格了，3000英镑一次，30002次，3000，OK， 恭喜这位先生获得了我们哇3000元的价格，获得这件藏品啊，确实物超所值。ただいま。今回の合金パーティーは民衆救済を目的として日中両国の金融業者を友好的共存し心を一つにすることである。恭喜这位先生！哇，1万的价格获得这个绝对的物超所值，恭喜！非常感谢您帮来谢谢。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稍后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交割。那么在接下
等一下。麻烦话筒借我用一用，这个帮我拿一下，谢谢您。晚上好，各位同业者。也许你们都不记得我了吧？我是立邦银行信用调查科科长吴丽姿。程总经理，我和廖兰不能出门，也无电话，唯有向您去信，告知情况。初到重庆，便有一位主理民政治冯委员请求我俩将真真桐油厂交予国家支持抗战。我俩爱国心切，为多加考虑。不料工厂完成交接之后，我俩即被招入一处公寓居住，名曰特殊优待，实则失去自由。我俩生活事小，真真桐油厂务事大，若被龌龊之人侵吞私用，于国无利，于己更是悲痛。如您收到此信，盼回复。程总经理，您找我。是我爹的字。程总经理，我爹的意思是，他和兰姨被软禁了。小松，你先不要惊慌。虽然他们俩现在失去了自由，但我并不认为冯幼如会伤害他们的性命。你爹这封信来之不易，想必是找了很多的关系，才透过后方联系人送到上海。程总经理，那现在我能为我爹做些什么？不管做什么，都不要轻率。不如你先给你爹写封信，比起我的安慰，他恐怕更需要得到你的消息。同时也替我转达，耐心等待，我一定会让真真桐油回到他的手里。好。今天晚上是上海金融界义卖赈济晚会，但为什么独独要排挤我们立邦银行呢？没错，我们已经不再属于银行工会，也不再是银钱业协会成员。但是我想问一下，今晚到场的各位中，诸如横滨银行、蒙江银行、华兴银行，他们属于银行工会吗？他们属于银钱业协会成员吗？今天，我要代表立邦银行向赈济委员会捐出法币10万元整。嚯！并出示我的拍品。山河壮丽图。
希望各位心怀祖国，休戚与共。万掌柜找了4联总处的关系，给您换了5万英镑出来。不能小瞧啊！是啊，我跟他说了，咱们雷老板还想再换5万，他说包在他身上。5万不够，再换10万英镑，会不会多呀？以后跟黄如虹叫板，少了资金怎么行？程总经理、吴科长，4联总处刚发布换汇限制令，除了中央中人、交通农业4行勉强能换少量英镑，其余躺庄换汇申请一律不获准，黑市换汇行情暴涨。重庆顶不住了，外汇储备堪忧，法币贬值在即。继续关注汇率动态，随时向我报道。是。立邦银行总经理办公室。是我，陈总经理。冒昧打扰，现在说话方便吗？啊，您说。在你之外，银行家中谁最懂实业？个人认为是浙江诚燕银行的副总经理刘子生，他和我经历相仿，都是由钱庄掌柜转为银行经理，深耕柴米油盐多年，是行家里手。知道了，你多保重。啊，您也保重。这第一杯，黄某贺刘少将，恭喜您赴任陆军参谋本部2部部长，更得空间报效天皇，大展宏图。我的进步离不开黄老板的辅助，法币贬值1半，有您的功劳。客气。黄老板，说来还有一事，请您配合。说，国际舆论近来十分关注中国，特别是上海，他们对华界的报道善意与否、赞许与否很重要。所以柳少将想请您暂时关闭烟馆、赌场和风月之地，请您理解。凡将军要求，黄某一定配合。只是不知需关闭至何时？短则3月，长则不便估计。啊，没关系，正好黄某也清闲一阵子。来，听闻柳少将正在筹备中央储备银行筹建一事，若确有此事，黄某也愿意尽一份心力。毕竟钱银两业是黄某的老地盘嘛。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黄老板可知一位女银行家，名叫吴丽姿。上海金融大亨云集，这吴丽姿只不过是小卒一枚，女银行家之嫌，恐怕她还担不起。她是小卒一枚，没错。若将军需求，黄某不妨为您引荐3星银行总经理梁福兵先生。3星银行历史久，资本丰，梁总经理为其掌舵18年之久，而且此人与4联总处和银行工会关系深厚，得以与之交往。黄某愿为将军窃想一策，既可扰乱内陆经济，又可抢夺内陆物资。请黄老板到来。请稍等。
请进。吴科长，您的信。现在邮局都乱套了，送信的不塞进信箱，直接往门口一扔，这信脏兮兮的。没事儿，信封脏了，里面的东西没问题就行。不止脏，您看那邮戳，半年前的信了。好，你先去忙吧。好。吴科长，请允许我再称呼你一次丽子小姐，因为我想对你说的与工作无关。当你看到这封信，我已经离开上海了。你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终止与程一之合作，并且突然撤出了立邦银行？我应该实话告诉你，是嫉妒让我失去了理智。丽子小姐，你爱着程一之，即使离婚你也还爱着他。我明白你的心情，正因为明白，男人的自尊才让我再也无法接受程一之的帮助和保护。丽子小姐，我认为程一之也还爱着你，即使离婚他也爱着你。每当我与他说起你，他都表现得平静而大度，可是他的眼中总有一种让我难以理解的痛苦。我不懂，究竟是什么让你们分开？但我想说，我在上海最留恋的就是你们。如果你们可以冲破心防，重归于好，那么我会觉得这个乱世也不无希望。丽子小姐，去勇敢地追求他吧，不要放弃，请再努力一次。许硕。你回来了，包给我。进来。一致。你怎么了？意大利领事馆发布讣告。科伦布尔蒂斯号2周前在吉列岛附近的海域触礁失事，船上48名中国人，包括徐硕，全部失踪。什么？徐硕遇难了。意思？我觉得好闷啊！我想出去透透气。你也来看电影？啊，我只是路过。卓别林上了个新片，《马戏团》，你知道吗？我们可以一起看。我知道，但我已经看过了。上个星期刚放的，
你就看过了？徐博士，以后请不要叫我栗子小姐了。那我该叫你什么？吴科长。那吴科长，我们算和好了吗？徐博士，我的原则没有变，我们的工作关系也没有不好呀。徐博士，在我离婚以来，你给了我很多的关心，我很感激。但是我希望我们之间不要有模糊的地方。李子，李子，我太坏了，我太坏了。他一直想安慰我，我一直都不领情。他约我去看音乐会，我拒绝他；他约我去看电影，我也拒绝他。就算我答应他，我也要跟他讲清楚，跟他划清界限，因为我怕你误会我们。我连他的友情我都拒绝了。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我心里一点都没有他。但他还想着我，他还挂念着我，他还给我写信。我今天早上刚。我今天早上我刚刚读过他给我写的信，他鼓励我去追求你，他让我不要放弃，哪怕是失败了也不要放弃。偶尔会交叉的互他自己累了。全世界最狼狈的那一刻，怎么会这样？伤心的歌我不想听，讨厌的事我不会做，别再借命运的手折磨我。你说的没错，所有的过错都在我只会是海月。全世界最卑微的那一刻，反驳的话我不想说，莫名的错我都认了，别再用爱情的口吻捉弄我。你在想什么？我在想，生命这样无常，为什么我们还要赖自己的感情？我们永远都不要再分开了。常总经理，日军在广东中山击落客机金贵号，机上包括交通银行孙总经理在内16人，全部遇难。重庆银行工会发布布告，表示沉痛哀悼。
知道。金贵号的事情你知道了吗？刚才美术来报，孙总经理遇难。金贵号原定从重庆飞往香港，遇难者不只有孙总经理，还有浙江诚业银行副总经理刘子生。刘子生。亿邦银行总经理办公室，陈总经理。您说。好。陈总经理说什么了？陈总经理希望我去香港一趟。去香港做什么？现在抗战军费极度紧缺，形势不容乐观，所以陈总经理正在组织银行家顾问团，去商讨海外借款事宜。孙总经理和刘经理，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去的香港。他们都是顾问团的成员，现在遇难了，顾问团需要替补。难道他不记得你被银行工会除名了吗？李斯，好事不惦记你，这么危险，倒是请你去。日军盯得这么紧，连飞机都击落了，谁还敢去啊？你想去？我不准你去。不会有危险的。死伤这么多，还说没危险。徐庶遇难了，孙经理、刘经理都遇难了。我坐船去，比孙总经理还有刘经理他们坐飞机要安全。而且，上海到香港是短途客轮，也比徐庶去意大利坐的长途客轮要安全。这也能比的吗？我们说好了不分开的。这不叫分开，分开是心意变动，我这顶多算是物理转移。别跟我开玩笑。那我跟你说大意，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刘子生总经理是我推荐给陈总经理的，人家义无反顾的去了，结果牺牲了。所以现在陈总经理需要我来顶这个缺，那我呢？难道我要告诉陈总经理说，我因为害怕不去吗？合适吗？李斯，我想去。一旦借款成功，不仅可以扩充军费，提振士气，更是可以让将士们感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让民众们看到胜利的希望。不管怎么样，都是个好事。但你知道，想要悄无声息地离开上海，比你从重庆到香港还要难吗？租界里有这么多的日本特务，
万一他们察觉了，立邦怎么办？你可能还会有灭顶之灾。我都知道，所以我去不去，由你决定。假设我走了，银行的事务全得交给你，而且你还得帮我隐藏我走过的行踪，所有的压力都在你的肩上。叶子，我不想你又担心，又生气，又受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宁愿不去。还不想让我去吗？你去吧。其实你去了，也是件好事。银行工会和你断绝关系，这个无人不知。金融界一直在排挤立邦银行，这个也无人不晓。如果你去了，别引起日本人注意。顾问团里竟然会有你。叶子，但是。 你给我活着回来！少々閣下、すでに放火の準備は完了いたしました。ご覧になってください。右は本物の貨幣で、左は偽物の貨幣です。それで我々はどう判別する？我々のは本物より質が高いからそこを見る。はあ、そうですね。はい。よし、成果を楽しみにしてる。はっ。失礼しました。少々閣下、今日の新聞で総会にある文献製薬工場を紹介されています。興味深いのは州工場長は中国で初めて高経過学結果を排ガス。しかし中華政府官僚と国賊政策を批判したことで製薬会社の内地出店は失敗しました。彼はさらに上海重慶の銀行倉庫による霊宝銀行への不正を批判したと。霊宝銀行、資料を調べたところ霊宝銀行非常に特殊です。そうか。ゴレイス課長は名門の霊長で相当な財力があるようです。父のご父父はかつて上海の大手風潮銀行を管理していました。なるほど、レイさんは一角の人物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な。
吴科长。赵厂长。您坐。好。我想问你一下，程经理是不是生病了？您怎么知道的呀？昨天跟他通电话，我听着就不对劲儿。他说他胸闷，然后我过来对账，艾秘书说他出差了。我这一琢磨，这肯定是生病了呀。医生说了，没什么大碍，胸闷气短，应该是过于疲劳所致，所以就一定不能工作了，要好好的养身体。我想可能是因为徐庶的事情，让他太伤心了。哎，是啊，徐庶英年早逝，别说他接受不了了，我心里也不舒服。那这样吧，我过去看看他，给他带点吃的用的东西。他住哪个医院啊？不，千万别。咱们还是让他自己待着，他想静一会儿，我们就别去烦扰他了。不是，我知道，可是我不是担心没人照顾他吗？他住哪个医院？我在照顾他，他在家住。你在照顾他呀？我住进义志家了，您也知道我们之间的事儿，分分合合的。我就想这段时间呀，好好照顾照顾他，挽回他的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去找他。您这一踏进家门，一张口说话，他得多尴尬呀！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吧，您就别添乱了，让我们自己处理就好了。哦，那是。行，那您的照顾他，我就放心了。我还是希望你们好的，真的，我早就希望你们好了。我会努力的。Welcome to the Prince Hotel. 怎么回事啊？等他半个多小时了。各位勿躁，从上海到香港绝非易事。进来。客轮到港延迟，十分抱歉，来晚了。一路车马劳顿，又冒着生命危险，谈何歉意？若能借助参加顾问，顺势回到银行工会，嘿，这个危险还是值得一冒的。曹经理与戴经理不愧为天津银行业的分析大师，凡事均从投入与回报来计算。程某，应当向你们学习啊！哼，若要学习，不妨就由程总经理担当会议纪要，如何？宋经理，无妨，时间宝贵，程总经理，您请主持会议吧。此次海外借款有一项重要的难点，中立国都想自保，明确拒绝以政府性质贷出的战争借款，所以我建议以商业贷款之名与其协商。我同意，若能借出1000万美金，于战事大有助益。若是商业贷款，长期也可以商榷，以3年为宜。我个人建议还是以5年为宜，战事不可估量，长期3年压力甚巨。至于数额，1000万美金，宜具体讨论。我们预期的借款数额固然重要，但借款所依托物资大概更重要。既然是商业贷款，就应该讲究商业准则。如果贸易物品不能吸引对方，我们在这儿讨论借款预期又有何用？我认为此次会议首先应该讨论的就是物资品类本身。品类太多了，茶叶、瓷器都可以的。品类繁多，还请大家稍作休息，咱们晚餐详加讨论。嘿，正好饿了。陈总经理，这里晚餐有 dress code， 请别大意。晚餐见。See you later。立邦银行总经理办公室。
吴总经理辛苦了。是戴总经理辛苦了。怎么样，还顺利吗？有没有露馅？挺好的。赵麻子特别担心你，生怕你病得厉害，还非要去家里看你，被我给拦住了。我告诉他，说不来好呢。你呢？都顺利吗？我这边除了跟顾问有些争论，被他讽刺了一些，讨论还算融洽。那是他们还不了解你，你是诚意治，治他们呀，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喂，我是治国的治，不是治人的治，好吗？一志，怎么了？我想你了。我得去吃晚饭了。讨厌。陈总经理，关于物资品类，我仔细的想了一想，我也想了一想，我觉得还是茶叶最合算。我做了个调查，去年内陆共收得茶叶60万箱，我们只要从安徽、云南、浙江等几大产区抽调20万箱，然后逐年提升2成，5年长期出口，便可达到150万箱。这样的话，1500借款不难。就算可行吧。那茶叶呢？对方买账吗？当然不买账。对方去年对于我国的茶叶贸易总额仅占到我国出口总额的7%，由此可见，他们对于茶叶并不是很感兴趣。陈总经理，我这些数据都是核实过的，你张口就来，说得准吗？戴经理，您长居天津，与我从未曾照面，但却知道我的经历。正因为我的家境贫贱，更无学历，而不像您一样专精算式，所以我只能牢记一切我所掌握的材料。我方才所举用数据，全部从实业的调研中得来，欢迎各位查验。那棉纱总会有人要吧？虽然我们内部货源紧张，但是我们可以优先海外呀。只要能借到款，我们再苦一点也没关系。这棉纱不仅关系到百姓的生活，更是关系到前线将士的安危。自打这抗战以来，沦陷区的国产棉纱受日沙的倾轧严重，产能不断下滑。若此时我们再优先海外，恐怕会激化民怨。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程总经理，那你倒说个行的。桐油。桐油，是。国产高级桐油不仅可用于涂料、农药，更可以用于建筑、机械，还有人造皮革等，海外一向十分青睐。哼，这个我就不懂了。出口棉纱呢，会激化民怨，但出口桐油却不会。因为桐油产能远比棉纱高，战前年收14万5千吨，战后不降反增，去年已超过15万吨，而国内消费仅占5成。出口达80万吨，桐油产品不仅可以自给自足，且有充分余裕输出海外。如此听说，我同意程总经理的建议，以桐油为物资品类，各位意见如何？我服议。就这么办吧。有不可。顾问团全数通过，那么此次赴美商代就以桐油为主。明日，咱们具体讨论一下数额以及偿还的方案。陈总经理，你还有什么补充吗？若此次海外商代一旦成功，确定以桐油为借款实行，恐怕需要社会部将真桐油厂交还给高大勇厂长管理。除此之外，我还建议高大勇出任桐油借款的技术顾问，后方没有比他更懂桐油的专家。若专家不能指导专业，恐怕这桐油的产能否跟上出口的期望，势必会成为问题。明白。此事交给我。啊。来，
一直哥病了吗？小铃铛，你找一直有事儿吗？你有什么跟我说，我回去告诉他。是岛崎的事儿还是小凤？不是，都不是。嫂子，阿奇他不方便来，让我来跑一趟。日本陆军造了1000万假法币，要送到宜昌去。1000万？阿奇不方便阻拦，一直哥能不能想想办法？今天发挥得很好，虽然在我的意料之中，但仍给了我惊艳的感觉。陈总经理，您总是对我过奖，只可惜我还是让您失望了。那天的那个报纸一出来，大家都懵了。银行股东坚决反对，我也没能说服他。那也不是您的过错，只能怪我自己有所以为。但是你领导立邦的成绩从未让我失望。这次海外借款，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安排你和艾琳见面。您好，冒昧给您写来这封信，可否邀请您面谈一次？我有万分重要紧急之事。陈总经理，其实我和艾琳从未有过交往。我和她假装谈恋爱，只是为了帮她拖延时间，申请入学。他想读博士，非常想。所幸，他现在已经入院了。这丫头。还有，陈总经理，这次我恐怕不能跟随访问团去海外进行谈判了，因为我想尽快回到上海。如果消失时间太长的话，立邦恐怕会有危险。说的也是。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Whiskey two. OK. 陈总经理，银行工会没有给予你们内签的帮助，当然这有我的失职。返渝后，不如我请财政部批示。由后方用专线掩护你们和立邦的骨干转移到重庆。谢谢您的好意，只是我觉得立邦更应该留在上海。为何啊？在抗战之中，我们银行能做什么？我们不能扛枪，不能到前线去杀敌。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保护帐下的实业还有储户。但是通过这次来香港的商谈，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受到了您的启发。我觉得我们大有作为。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利益，而经济是利益中最重要的部分。毫不夸张地说，经济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而在我们的抗战中，经济同样是我们自卫反击的必要的手段。可以说，如果没有经济，没有军费，没有物资，就一切无从谈起。陈总经理，我崇拜您。您可以直接同外国的财长进行谈话。您有宏观上影响战局的经济手段。可惜，我并不是您，我也成不了您。但是我可以从微观处入手。
微关处。联邦银行账下实业众多，童谣、药品、棉纱，更是战时急需物资。联邦完全可以组织生产，将这些物资送到抗日将士手中。经济抗争之中，大象要搏斗，蚂蚁也要抗争。我虽然成不了像您这样的大象，但是做一只蚂蚁也无不可。本周五晚8点半，公共租界罗尔路南洋酒馆，请坐吧台U2号位置，将信息放入中人银行法币5元钞票结账。据悉，日本陆军伪造1000万法币，即将送往宜昌，望予以解决。check。丽子小姐，你好。你的酒好像还没有喝完吧？不知您是？好，正式的介绍一下，我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2部部长柳二郎，很高兴能够在今晚与丽兹小姐重逢。我与您从未谋面，何谈重逢啊？我在上海金融界慈善晚会看过你的表演，《英雄波澜舞曲》，你弹奏得非常好。不知道丽兹小姐为何选择此曲啊？是不是有煽动上海金融界抗日之意啊？不知哪条越剧有此意啊？我只能说你办事过人。柳先生，这么晚过来，滴酒未沾，不会就是专门来夸我的吧 ？I'd like for thing. OK。丽兹小姐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喝酒啊？我来这里不过是一时兴起，但您来，就应该不是这样吧？既然都大费周折的过来了，不妨有话直说。我欣赏你，也欣赏立邦银行。但是，据我所知，上海金融界还是贵，上海银行工会也将贵行出名许久，所以，我可以引荐日本金融界和贵行来交个朋友。怎么交朋友啊？日方可以通过贵行来投资中国企业，比如文泉制药厂。那我行是否也可以通过日方来投资日本企业，比如川崎冶金厂？丽兹小姐总是这么伶俐吗？柳先生是想阻止我在公共租界言谈自由了吗？不，我喜欢你的伶俐。那我现在可以结账了吗？不可以。那我现在可以结账了吗？不可以。作为一个绅士，怎么可以让女士结账呢？那绅士可以把钞票还给女士了吧？当然。My treat, keep the change. Thanks. 既然丽兹小姐请我喝酒，不如让我送丽兹小姐回家吧。那也得看我需不需要吧。哦，你不方便是吗？可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要回家呀。今天晚上8点半，惠陌生饭店，我约了朋友，不好意思。没有关系，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送你到惠陌生饭店，正好我的车就在外面。丽兹小姐。
谢。李子，我回来了，李子。李子。 惠墨城饭店到了，栗子小姐。柳先生，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你的朋友应该还没有到吧？不如我陪栗子小姐等一会儿。也好。 那我们就在大堂这儿等吧。对了，柳先生，您认识青木大将吗？他最近啊也特别喜欢到这儿来打桥牌。哎呀，快到时间了。他每次出牌啊，我都看不懂，正好您可以给我讲讲。 好像不太好。您平时这么忙，如果现在在这陪我等人，不知道青木大将会不会觉得不妥呢？没有不妥。青木大将从不过问此等小事，只不过本人丝毫不懂桥牌，今日恐怕就无法教授栗子小姐了。 晚安。艾秘书，是我。啊，别激动。对，我已经康复了。吴科长呢？他下午5点就下班了。啊，好，没事，不用。李子。 你上哪儿去了？你不是晚上才到岗吗？我下午就从班靠岸了。我一刻不停地回来，就是为了告诉你，顾问团采纳了我的意见，桐油借款就要落地了。真的？而且财政部已经开始过问了真正桐油厂，高大勇已经恢复了职务和股权，他还出任了桐油借款的高级技术顾问。太好了！李森，我这次去香港
我还想好了立邦未来的工作计划。我们要做好准备，在经济上面开战。经济开战？对。虽然现在法币贬值、通货膨胀，但是我们仍然有动作的空间。我们可以以立邦作为战壕，以实业作为机枪，以我们的利润作为我们的子弹。意思，我们可以做经济上的游击战士。虽然我们立邦力量微薄，无法切断他们的金融命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给他们制造威胁，让他们受伤，让他们流血。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在经济上面向他们开战。对呀，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过呢？快喝水。那还得感谢吴科长准许我去香港。对了，还有一件事。什么？我也想你了。快去洗澡。洗澡？这么着急啊？啊？陈总经理需要我帮你搓背吗？行。弟兄们都到齐了吧？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得嘞，拿货。不是左老三，兄弟们有诈，开枪！小白，赚钱了？查理先生，我也就赚400不到，下次赚了一定还你。哼，要是本金足够，起码赚1000多。这么有信心啊？现在的行情都是日本人做的，眼看着这俩比掉，起码翻倍。那要不要给你个机会，增加点股本呢？行呀。明天开市呢，沃德丰码头买2万，另外1.5万呢买安琪药房。后天每股会下挫4毛，全部抛出1股不留。这样呢，你欠我的钱就不用还了。除此之外，再给你100英镑当劳务费，好不好？行呀，这活当然干。想干的话就把嘴闭牢，半点风声也不能给我走漏水。是，不过这活我没看懂呀。这沃德丰码头跟安琪药房什么炒头？不该问的，别问。雷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啊？当然是中储券。雷老板幽默，中储券我当然认识，可这么多中储券摆在这儿是收你10万法币作为准备金，让你领取10万中储券。
这批中储券都有中储行的暗记，流通之后回到中储行，中储行会给你准备金年息4厘作为奖励。李老板，先不说年息4厘多低了，就这10万中储券，猴年马月才能散得出去啊！又不是你一家散，家家散，你先散，越散越快。流通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对。可我镇海钱庄毕竟小啊，您龙吟钱庄先散的话，肯定事半功倍。白老板，您这是要独立了？万掌柜，你要想接着跟着我干，少说话，多做事。明白，明白。吴科长，刘二郎的背景已调查完毕，请您查阅资料。这个人他没有婚娶记录，至今独身，他没去过风月场所，也没有吸毒的恶习。他虽然有子爵的头衔，但是在日本的华族当中毫不起眼。他因为铁血治军，屡建战功，在陆军参谋总部有上升之势。但是他的性格刚愎，他不擅长经济管理，所以他和昭正银行的关系不和睦，和新亚院外向的关系也不和睦。啊，对了，另外，他和黄如红老板的关系过于频密。他的贴身顾问窦翻译和黄老板的手下雷某也很密切。查理先生，您布置的作业，西商中冶公所股票调研，我已完成。合众船屋背后股东是谁？英怡和洋行、沪电华公司、英麦加里银行、沃达丰码头、英沙逊公司、安琪药房、法爱契洋行。不对吧？我怎么记得应该是法瑞丰洋行？查理先生，安琪药房过去由瑞丰洋行主持，但德国攻陷法国之后，瑞丰洋行急剧缩减规模，安琪药房已经转为爱契洋行私下持有。查理先生，这是我的判断依据。你的判断是对的，跟估计的有出入。陈总经理，查理先生，是不是要对高田码头和吉田药局做文章？虽然已估计有所出入，现在用不上瑞丰洋行的老关系，但我可以和爱契洋行拉上新的关系。你确定？爱契洋行虽然没有公开立场，可贝洛经理是支持戴高乐将军的，他和自由法国筹款委员会关系也很密切。我可以通过法国文学同好会的名义与他进行接触。那这件事就委托你去做了。哦，对了，高田码头我都准备好了，该上班了。在程义志的部署下，查理和高晓聪分别联合英法洋行入市，对日商股票展开了激烈围剿。高田码头有没有？买出价什么价格？86。哎呀，涨了，码头还要涨。来，我80，这也不算300不挂。这什么呀？这是不天天开涨吗？就我买它就跌呀，这什么状况这是？你还买什么状况呢？大庄稼都抛了，我也听到了60块钱，快点吧，太好了。老爷，查清楚了。老爷估计的一点不错，雷子和窦翻译私交已深，窦翻译还牵线搭桥，让雷子和中储行的潘副总裁有了联系，正给中储券推广想办法。什么办法？一来是替换辅币，
二来按计奖励，中储券在租界已有流通迹象。只可惜他柳二郎的眼睛现在可没工夫盯着中储家。高田码头、吉田药局这两股暴跌3日，这才是动静。吴科长，高田码头和吉田药局今天已经跌破入市发行价，1刻钟之前，日方责令两者停牌交易，避免进一步损失。我听说了，高田码头百株券在黑市已经掉到60了，吉田药局跌到52，还有川崎冶金、木村机械和苍山卷烟全部都连续下挫，就连工人沙场也受到波及，跌落2角期。查理可真行啊！但我得提醒你，立邦资本有限，别让查理给玩大了。查理带着小聪那都是借刀杀敌，他们一边挑动沃德丰码头，一边拉拢安琪药房，背后是沙逊公司，还有爱奇啊，财大气粗，根本就不让我们费心。那也得见好就收，别引起日本人注意。怕了？谁怕了？大白天的，没人看见。程总经理，最近都乱套，幸好有你在。飞了。少々閣下、本日の株価取引が終了するまでは高田港の100株券の価格は63元まで下落、入場発行価格より7元を下回って最高価格より25元を下回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それと吉田薬局の100株券の価格は、56元落額、入場発行価格より4元を下回って最高価格より20元を下回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この責任は誰が取るのだと思う？言い訳が立たない。私が責任を取るべきです。責任を取ってもらう前にまず今回の首謀者を探すのが先決ではないか。重慶政府か、重慶政府の上海金融機関なのか、それとも試練奏者か。まだ確定はできませんが、現在では最も交通銀行には一番疑いがあるんです。交通銀行は重慶政府の指示でこの頃市場に逆らって40万フランを株式資本を吸収しました。かなり動機があって実力もあります。交通銀行、株取引の担当者は誰だ？交通銀行上海支店証券部管理の博士はペンシルベニア大学卒で上海金融業界の脇審査員です。少々閣下、本当に交通銀行と対峙するなら我々には大量の資金が必要となってきます。少々閣下、降車所です。入れろ。はい。佐藤、外してくれ。は。失礼しました。哎呀，黄老板，叩谢柳少将。黄老板，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呀？得
得知高田码头和吉田药局连跌多日，我坐立难安，思来想去，必须毛遂自荐，为柳少将分担解忧。黄老板，交通银行施博士从沃顿商学院学成归来，连佐藤科长对其攻势都应备不及。您的意思是，您有办法对付他？施博士只不过是一位温雅书生，这场风浪，他还掀不起来。那黄老板认为，掀起这场风浪的制造者是谁？黄某对上海前一两宴再熟悉不过，无论是谁，我都能找他出来。只是，若要平息这场风浪，资金不可或缺。但请少将放心，我既然毛遂自荐，自然不希望麻烦任何人。唯愿柳少将准我产业重开，厂门迎客。黄某若是粮草充足，我敢保证，上海股市一定会风平浪静。好，我准了。叩谢柳少将。有劳黄老板。老爷，这轮做空风浪十分诡异，黑市老手也是后续入场。据他们交代，是英法玩家率先发起了攻击。英法玩家是，雷子以为是重庆方面委托英法玩家操盘做空，这种可能性最大。这炒作手法，我怎么觉得很熟啊？下午再给我准备一点燕窝。关老板，这位是工商联合会贷款委员黄如红先生。原来是黄老板，久仰黄老板大名，不知您也听戏？黄某格调粗糙，对京剧不甚了解。我今天来拜访关老板，就是想跟您聊聊您的老朋友查理先生。查理？对。我听说查理先生平日里对您不光是鞍前马后，对您本人也是言听计从，不敢有半点忤逆。黄老板这话倒有些刺耳了。我与查理交往多年，那是因为他懂戏，爱惜我的才艺，如此而已。看样子今天我是找对了门，也找对了人。关老板在这儿也唱了有几百场了，就不嫌憋屈？您关老板的才艺应该去天蟾舞台，不光是去天蟾舞台，还应该和白牡丹联袂演出才对。黄老板这话，我不解。温老板，只要你的老朋友查理先生与黄老板合作，上海的舞台任由你挑选，名角儿皆为您捧场。这就是黄老板给您的承诺。Tomorrow I want Takada keep 7 down 8. Yoshida keep 5 down 6. And a bottle of treasured brandy has been delivered to your house. Please accept that. You're welcome. Bye. 国际资本动了，花旗银行开始入场，中交两行也委托玩家开始做空。说不小。这么打下去，
高田码头和吉田药局，离退市就不远了。这一仗打得痛快。你少给我装蒜！之前你玩梭哈输钱的时候可没少灌这玩意儿。是，但那之后我就再也没喝过。拿起来吧，今天值得干一杯。小宋，你知道丽兹为什么会把你交给我吗？因为您精于债权。不对。因为您是百事通。不对。知道了。因为您没朋友。因为你是个可塑之才。因为你是可塑之才，丽兹才会把你交给我。好了，我也没什么可教你的了。干了这杯，你就出师了。查理先生，谢谢您的教诲。哎呦，就这个点儿了，我先走了。不，您去哪儿啊？管不着。关老板，哎呦，树木缠身，来晚了，不好意思。没事没事，来了就好。关老板，今天怎么不计较？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能计较什么呀？关老板，方才我在想，我这登台献艺都多少年了，也只是个普通伶人，算不得名角儿，这草草一生，实在没意思。关老板，又何必这么说呢？只要是您登台，那场场满座。你说的这么好，我还不是窝在区区大舞台吗？查理，你说我配不配去天产舞台？配不配和白牡丹联袂？当然了，只要您关老板愿意去那天产，愿意与那白牡丹联袂，我查理虽不说能打保票，但我一定能想出办法的。你不用想什么办法，你只需要和黄如红黄老板聊一聊。黄如红，杜兄，看见那个人没有？他就是查理。就这个人掀了这么大风浪。你年前跟黄如红交过手，当时黄如红败他，现在黄如红掐着他7寸呢。看见旁边那女的没？叫关秀月。这次啊，黄如红赢定了。雷老板是想截胡了？截胡也得杜兄支持啊。这是当然。如果这个查理想投诚，杜兄务必赶在黄如红之前把他给接手了。那他要是不投诚呢？那就把他杀了。杀了？玩家群龙无首，自然退却。再者，这立邦银行跟黄如红反目又结仇，咱们不就坐收渔翁之利吗？雷兄啊，我已等不及看您当家了。查理，你知道我关秀月不求人的，既然你有这样的本事，
就帮我这一次好不好？关老板有所不知，那黄如红是与日本人一道。查理，岁月不饶人呐。趁我现在还唱得动，我想去最大的舞台，和最大的名角唱上一场，这样我就死而无憾了。上个月我们向后方低价输出药品2万支，棉纱50吨，后续呢还要面粉。这次战报还不错。我还正想问你呢，怎么不去领枫红啊？阿莲，你怎么都不进去啊？陈总经理，胡科长，今天我来呢是想跟2位正式的提一下，鄙人准备辞去立邦银行债券部监理的职位。为什么？我准备去黄如红老板那儿跟他合作。黄如红？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黄如红找到你了，他威胁你了？没有威胁我，真的没有。但是他利诱了关老板，他承诺说，我只要去帮他做事，他就帮关老板安排去天蟾演出，然后还能跟白牡丹联袂。哎，白牡丹哎。所以关老板他就逼你去洛水是吗？没有，关老板怎么会逼我呢？关老板求我，他为你做了什么呀？查理，我就问问，他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你怎么可以这么傻？他今天求你去洛水，你就去洛水；他今天要你去死，你是不是要去死啊你？是。啊！3多年了啊，还第一次跟我这样讲话呢。胡科长，我想跟查理单独聊两句。李森，我来跟他说。查理，真跟他们了，你再也不要跟我说话。抛开关老板不谈，给日本人做事，你到底怎么想的？这还用想吗？天杀的小日本儿，给我提鞋都不配。可是为了关老板，你却肯，你真是为他赴汤蹈火。查理，你当时把关老板和丽兹做对比，说我们俩做的是同样的事情。这种追求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对象，这种艰辛，我懂。
是面对爱情，艰辛管用。就算你随了关老板的心愿，让他顺利的去了天产舞台，他一时之间风头无两，然后呢？他也因此得到了大家的掌声，得到了他想要的心愿，然后呢？百姓会说你们是走狗，谴责你们是汉奸，这样关老板就会开心吗？他一定会想，都是因为查理才会有如此邪恶的诱惑，然后他就会远离你，厌恶你，从此不再见你。这种结果，你也无怨无悔吗？